们对这种职场霸凌，你们不是应该最熟悉嘛？哈，所以他们所以现在他们才会站出来，想把这件事去解。我知道，那你内部的这种申诉管道，按照你的了解，同仁之间去申诉这种事情，就是说对这种职场霸凌，这个大家想要去申诉的这个管道是被阻断的，还是你们有人去通报了，有人去检举了，可是完全都没有下文？你的了解呢？就我的了解，其实我们同仁也有试着要去向上通报、向上澄清，可是其实就如他讲的，其实就被压下来了。然后隔天就是他回来之后，确实就直接发了一份公文说不准去告密，告密的他要移送法办。哇！等一下，K 先生，我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要问一个深水区的问题。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或者是他有没有直接跟大家讲过，他在劳动部或者是在民进党的后台很硬之类的对话？他曾经有讲过，他是坐直升机来的啊，公开呛他是坐直升机来的，追击了吧？没错，这是他跟很多人分享过。他是用直升机这个名词就对了。是。哇塞！我想知道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已经公祭了嘛，哈，那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吴先生的家属，他们的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？然后他有子女吗？啊，我想就发生这个应该是很难过的事情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？家属确实真的是非常低调，他们也不愿意再有其他的渲染。对，所以当天看到他们是真的非常悲痛，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自责，说我们怎么没有发现我们的同仁有这样的异状。其实我们是带着非常自责的心去参加公司的。OK， 好，非常谢谢 K 先生跟我们分析哦。这个人的惩处算出来，可他到底恶行恶状是什么？坦白讲哦，经过10几天的调查报告也出来，劳动部部长亲开记者会，还是没有被还原哦。所以，我们节目特别独家连线劳动部北部分署的 K 先生，因为听说你也是这位亲生公务员的同事嘛，所以要问你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这位亲生公务员的平常遭受到的工作压力是不是真的很大？他的工时是不是真的很长？第二个问题，谢宜荣平常真的恶行恶状吗？他在资讯小组里面就只有他一个是正式的同仁，是，所以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公文啊、采购啊、治安的部分都是要由他一手来协助。对，所以他的工时的话是真的很多，而且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同事非常的负责任，是，所以他每次事情都是默默的微笑的接下来，然后就是一直自己把它做完。K 先生，我想问一件事哦，他坐这个位置坐多久？他来我们分署大概7年了，所以前面5年半都是正常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是直到了谢宜荣来，整个事情才出现了完全不同状况。那我想问，你说他工时很长，我有看到报道说他曾经早上7、8点就到，然后到凌晨才离开，这是真的吗？应该是说他打卡的时间都是7点多，然后他下班，他打完卡会继续留在办公室做。那个摄影机也已经拍到说，其实他都大概5点多、5、6点早上就进来上班，5、6点是，对，然后这是监视器看到的，所以5、6点进来上班之后，他会到7点多才去打卡。是，那一直到下班时间的时候，他17点可能大概下午5、6点，他会先去打卡，打下班卡。对，然后再继续留在办公室加班再回家，所以他的工时每天都可能15、16个小时，15、16个小时的每天工时，而且这一次他在办公室亲生是礼拜天，表示他连礼拜天都去办公室加班。是。好，那我想再问你谢宜荣这件事情，因为谢宜荣我对于劳动部这份报告我是觉得非常的不以为然。他说谢宜荣目的良善呐，只是管教比较严格。可是就你了解，谢宜荣是怎么样的长官？这位长官真的是他来我们分署1年8个月，真的是把我们弄得每一个人都惨兮兮的。是。那因为他就是非常喜欢向上经营，然后会把所有的事情就是要我们一定要做好，然后他可以好让他去向上邀功。对。然后
他时常晚上可能看到一个新闻就会贴给大家，那时间已经可能8、9点，可是隔天9点或者是8点就要跟他回报。对，那我们要利用什么时间做这些事情？是，他等于就是强迫你们加班嘛。可是劳动部明明自己就有解释，半夜传赖算加班。对，所以有时候我们都是下班之后在家里，可能边照顾小孩子或干嘛的时候，甚至要等到小孩子去睡觉，我们再爬起来，然后继续工作。工作完之后，隔天早上才有办法来交差。是，那我想问谢宜农分署长，他对于属下的态度也是非常刻薄吗？对，其实网络上这几天的讯息其实都是事实，因为其实他对我们应该是说只要不如他的意，或者是干嘛的话，他就会大声的辱骂，对，而且没有在客气的，是，就是辱骂声音像一次都是可能10分钟、20分钟，你会让人家觉得说，我都已经是一个主管，还被你骂成这样。是，那摔公文、罚站这些也都是事实吗？罚站是事实啊。你 K 先生，你有被罚站过就是了。我是有陪同在旁边被骂过，是30分钟。骂30分钟。那我想再问一下，谢宜农到现在都神隐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他这个身心状况不好等等的，可你有了解过整个事件发生到现在，其实也10几天，他有感觉到一丝丝的后悔，甚至他有去那位亲生的工程师家里去致歉拈香过吗？应该是说事情当下发生之后，他还试图要掩盖这一切嘛，所以才会把我们个别就是把2楼、3楼、4楼的同仁分别3场次去说明说，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了。就是那个录音带，我相信大家也都听过。他真的，他还不是只跟3楼，他是跟2楼下封口令，3楼下封口令，4楼就每一层楼开一次会下封口令。没错，内容是大同小异。其实主要就是要大家封口，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，我们已经真的忍不住了，因为一条生命是这么的宝贵，然后却这样子的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就整个分署的同仁是真的受不了了。K 先生，所以说其实包含你在内有好几位深喉咙，就是因为真的看不下去谢宜农这种压新闻的方式。请问一下，这位就是你的同事啊，他后面的后事啊？这个分署长有表达过什么要同仁去帮忙处理，或者是他自己有什么表达过什么关于他的后事这件事情吗？应该是说他有没有他之前一开始是说，当然他会把它当做就是像北分署家人的部分去处理，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。那因为后来他就请假了嘛，那我们这位同事的部分，我们同仁都有基于就是自己的部分，就是都有去协助，所以其实他人缘非常好，所以当天公祭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分署派了2台游览车去。那分署长公祭有到现场吗？没有，他公祭都没有到嘛。所以你们公祭的时候，你们的长官最高的层级是谁？如果是部那边的话，就是许正次；署那边的话，就蔡署长有去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分署的代理长官以及我们的同仁。所以连正次都去了，然后他分署长没有去。对，支署长。哇塞，这也太大胆了吧！第二个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们一开始会认为这个分署长一开始对你们很严格，你们有没有曾经想过说，是不是他求好心切？然后，可是是不是说？这一段时间下来，几乎已经不是求好心切，因为你刚刚提到他一直在向上，是刻薄了，已经不是求好心切。就是说换一个主管来，当然有他领导的方式，是不是一开始大家也会觉得说啊，他可能是求好心切，想要把事情做好，只是大家要磨合一下。可是他不是，他是一直都维持这样，让你们觉得说他这样的领导风格，大家都蛮痛苦，所以有一些同仁就离职了。是，其实我们真的是。应该说，我们北分署的同仁真的是很单纯，而且很善良。是。那其实只要交付我们工作，我们都会尽力去完成。对。但是他真的是太严苛了，就像我们每次办活动，我们还没办活动就已经定好那个检讨会的时间。哈。然后检讨会都是直接用炮轰我们的。他没有办庆功宴，他一定只办检讨会。对。就算办得再好，也骂人。当然没有每次。没有哪一次是逃过的，都是被骂的份。
对，所以你们觉得他官威很大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们看过的长官这一位算官威很大的吗？非常的大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也历经了几个分署长嘛。是，可是你们是劳动部你们对这种职场霸凌，你们不是应该最熟悉嘛？哈，所以他们现在阿川，所以现在他们才会站出来，想把这件事去解。我知道，那你内部的这种申诉管道，按照你的了解，同仁之间去申诉这种事情，就是说对这种职场霸凌，这个大家想要去申诉的这个管道是被阻断的，还是你们有人去通报了，有人去检举了，可是完全都没有下文？你的了解呢？就我的了解，其实我们同仁也有试着要去向上通报、向上澄清，可是其实就如他讲的，其实就被压下来了。然后隔天就是他回来之后，确实就直接发了一份公文说不准去告密，告密的话要移送法办。哇！等一下，K 先生，我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要问一个深水区的问题。你们有没有听过，或者是他有没有直接跟大家讲过，他在劳动部或者是在民进党的后台很硬之类的对话？他曾经有讲过，他是坐直升机来的啊，公开呛他是坐直升机来的，追击了吧？没错，这是他跟很多人分享过。他是用直升机这个名词就对了。是。哇塞！我很想知道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已经公祭了嘛，哈，那你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这个吴先生的家属，他们的对这件事情的反应是什么样？然后他有子女吗？啊，我想就发生这个应该是很难过的事情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？家属确实真的是非常低调，他们也不愿意再有其他的渲染。对，所以当天看到他们是真的非常悲痛，所以我们也非常的自责，说我们怎么没有发现我们的同仁有这样的异状。其实我们是带着非常自责的心去参加公司的。OK， 好，非常谢谢 K 先生跟我们分析哦。